好了，哎呀，我现在面前的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小米12S Ultra。哇，我这个是一个媒体套装啊，大家买的零售版没有这么大个儿。然后上边大家看，小米、徕卡联合研发，然后一个徕卡的可乐标。我们现在给它开箱，当当。首先这里有一个小米和小米手机的一个这是什么？一个胸针。上面写着由小米12S Ultra 拍摄，说1913年第一部徕卡相机首张照片拍摄地。好家伙，就有一点那个历史传承的调调，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啊，这能打开，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类似于抽屉形式的，我们现在给它抽出来。哎呀，这个抽屉蛮紧的。左侧是小米12S Ultra 的手机，我们先把手机给它拿出来，有一个小米和徕卡定制的手机壳。这个手机壳呢是一个素皮材质。我看下一层都有什么？哎呀，这个还真是挺紧的。这是一个模拟的相机包是吗？但它是相机包吗？我给拿出来看一下。手机包，这里有一个大块的磁铁。不过这个当手机包是有一点点浮夸了。这里是一个手机的那个相机包的挂绳，就你到时候把这个手机这么塞进去，哇，挂着走，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角小米12S Ultra。先把它放在一边，看一下下方的配置，有一个67瓦的插头 Type A 接口的。这个手机在手感上要比我预想的要轻一些。1、2、3，当当，哦，大概长这个样子。12S Ultra 只有2个版本，一个黑色素皮版，一个绿色素皮版。它是一个磨砂材质的，镜头凸起，大家可以看一下，还是很凸起的，因为毕竟它的这个传感器尺寸非常大。哦，它这个素皮的手感要比之前我使用过素皮手感要更好一些。小米12S Ultra 使用了几天，聊一聊感受。这次小米的决心就是把徕卡相机的体验给你完整的搬到手机上，所以这次 Ultra 的设计简直就是复刻了一台徕卡相机，镜头就像相机镜头一样，一个巨大圆形。不过由于传感器尺寸过大，所以主镜头呢其实是在左边这一颗，圆心是超广角镜头，在镜头下方有一大块这种类似于圆角矩形磨砂质感的这样的一块平板，复刻了徕卡相机顶部的金属材质。至于后盖，我认为这次最巧妙或者最巧合的就是这个素皮。由于徕卡相机的预算，比我自己这个预算期待稍微高了那么一点点啊，就高了6万多左右啊。我至今也未曾购买过一台徕卡相机，但是我可以看视频呢。就小米这次的这个素皮，完全就是比对着徕卡相机扑面而来的。而且因为把材质从前代的陶瓷换成了素皮，这次12S Ultra 把重量从前代234克降低到了225克。虽然说也不能说很轻巧啊，但对手指手腕还是减负了。因为后盖是素皮，边框是磨砂，它不像前代握持的时候那么滑了。这2个升级，我觉得不一定是小米本来刻意为之，但是好巧不巧，和徕卡的这次合作，让这些改进都变得理所应当。我其实觉得小米最希望复刻的，或者说最希望能够带动销量的，一定是徕卡那枚红色的可乐标。这一点能从其他的很多细节能看出来啊，比如说相机应用增加了一个红色的小圆点，默认壁纸，好家伙，一个红色的大圆球。比如相机里的 HDR 状态都给改成红色了。HDR 说我招谁惹谁了？但推测徕卡那边是不松口啊。不过徕卡的英文字还是刻在了机身上。这次我发现小米对于后置镜头的隐藏效果非常好，正下方这颗潜望镜头在很多角度几乎不可见。至于快门声音，大家听到的其实是来自于徕卡经典相机 M3。12S Ultra 的镜头模组厚度再次提升啊，平放桌面的时候要比11 Ultra 还要更翘一些。1英寸传感器与配套的镜头对于厚度的要求确实太高了。另外，握持手机的时候，这个食指不那么容易自然伸展，这个还是会影响手感。所以，如果你更追求手感，那我必须要说，12S Pro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期视频我本来主要就是想聊拍照，但因为这是骁龙8加第一次亮相嘛，所以我插播一下骁龙8加的使用体验。我们指导原神
首先回顾一下小米的元神之路，小米11骁龙888首秀。60帧左右只能维持10分钟，之后温度会飙升到50度，后面就压根儿玩不了了，再玩就熟了。小米12 Pro 骁龙8登场，20分钟平均帧率56.6帧，最高45度，耗电13%。而在骁龙8加上20分钟平均帧率60.3帧，最高温度45度，耗电11%，不容易啊，同学们。今年需要关注的一个数据呢是功耗。去年小米12 Pro 玩原神平均功耗是6.1瓦，而今年小米12S Ultra 的平均功耗是5.4瓦。在这个场景下，功耗下降了11%。这一次我又专门测试了一下日常大家最常用的使用应用功耗，其中刷微博小米12S Pro 的功耗最低，看 B 站小米11 Ultra 功耗最低，刷淘宝小米12S Pro 功耗最低，刷抖音小米12S Ultra 功耗最低。如果我把4个应用的平均功耗加在一起，那么小米12 Pro 的功耗是最高的，小米12S Pro 的功耗大概要比12 Pro 低14%，而小米11 Ultra 功耗大概低6%，小米12S Ultra 功耗大概低18%。所以如果你日常使用这4款应用比较多，那么骁龙8加确实能够把功耗降下来一些。该说不说，台积电这个小工艺啊，还真不错。好了，我们说回正题啊，说相机。我在使用小米12S Ultra 的时候，有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小米和徕卡非常深度的结合在一起。小米甚至希望通过小米手机拍摄出的照片，能够传递出徕卡相机的质感。在第一次进入相机的时候，就会让大家选择你希望选择的是徕卡经典还是徕卡生动。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最明显的差别，一个是光，一个是影。首先，徕卡经典会降低对于多帧合成算法的利用，所以手机上一直强项的计算光学，在徕卡经典中被战略性的降权。大家看这张门店模特穿 T 恤的照片，高光部分，徕卡生动是按照传统手机对于拍照的理解，实现了高光消除，而徕卡经典则保留了这个高光，但是也因为这种高光与阴影有了更明显的反差。这样的倾向在一些场景中呢，会损失掉一些细节，但它会更接近相机质感。第二个差别是影，同样舍弃了很多多帧合成之后，徕卡经典所拍摄的暗部会更暗。比如说这张民国风格的小店铺，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肉眼观察呢会更接近左边的徕卡生动。小米在徕卡经典中加入了一些暗角，让照片四周有一些微微的影存在，带来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和普通照片相比，你镜头中心的内容会被周围的阴影对比之下而更加突出。也就是说，徕卡生动是基于手机算力的优势，突出多帧合成，而徕卡经典则是基于1英寸传感器的优势，突出大传感器对于光线的捕捉能力，去模拟徕卡相机的质感。这种颜色和其他手机相比有哪些差别呢？我们自然首先和 iPhone 相比啊，苹果几乎就是我肉眼所观看的效果，极致真实。而右侧则是小米12S Ultra 的徕卡经典。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徕卡经典模式的一些样张啊，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小米这一次对于相机的努力。首先说，它确实不是人眼所看到的最真实的颜色。你说开淘宝店卖家他们要拍衣服，可能不太喜欢这种风格，但它确实是好看。我觉得真实和好看那本身并不是对立的。以 iPhone 为代表的真实派，它所追求的是记录下那个瞬间，所有的细节都还原那一个瞬间的真实世界。而小米这次的徕卡经典模式，则是记录下那一刻你的心情、你的想法或者你想表达的情感。色彩是带有情绪的。当然了，像苹果一样真实的色彩，也可以通过后期来加入情绪。比如说摄影大神，他们用 iPhone 所拍摄出的照片，调颜色比你用单反拍的还好看，对不对？但就像我所说的，颜色是需要审美、需要经验的。而小米现在所做的，就是消除经验上的差距，让普通用户也能够感受到百年徕卡在色彩上所累积的经验。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一枚1英寸传感器的实际表现啊，暗光下它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对比苹果，那树叶这个部分细节更真实；对比小米11 Ultra， 差距就更明显了。但是我同样认为12S Ultra 优势有，但是没有那么夸张。可能原因有2个啊，第一个就是目前各家手机夜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说白了就进步的空间也不大。另一个就是我在使用12S Ultra 拍摄
这几张照片时候选择都是徕卡经典，这种方式会使用更少的算法合成，而更多的依赖传感器本身，临床上称之为声拍。大传感器带来的一个优势是在暗光拍摄的时候，因为传感器足够大，在小米11 Ultra 上需要4秒拍摄的场景，小米12S Ultra 立等可取。有什么用呢？就是方便在你不小心碰到电动车引发警报之后快速逃跑。还记得去年11 Ultra 的时候，我曾经对比了同为1英寸传感器的索尼黑卡，结果小米惜败。那么今年再次挑战这款卡片相机12S Ultra， 能否战胜对手呢？拍照方面，我认为主镜头已经超越了1英寸传感器的卡片相机。大尺寸传感器配合骁龙8加的芯片算力，在24毫米这个焦段，无论是色彩还是细节，我都会更喜欢小米一些。当然，索尼也有光学变焦啊，所以说它长焦端背景的光学虚化会更加自然，但是小米通过算法所实现的长焦端画面细节，我一点都不觉得比相机弱。至于拍摄视频，小米为了防抖，还是裁切了不少画面啊。优势呢是它可以通过多帧合成，在强光环境中有效的把这些细节还原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我背后的屋顶啊、玻璃窗啊。至于防抖，这么看小米确实要更稳，但是我认为它裁切所浪费的这个空间太大了。对比目前的视频王者 iPhone 13 Pro， 动态范围还是被苹果拿捏的死死的。小米因为有更大的传感器，那在自拍视频的时候有着非常漂亮的背景虚化，就是直接是传感器级别的人像虚化。肤色的话，小米还要弱一些，极暗环境下噪点要少于 iPhone 啊，但是动态范围呢要略弱于 iPhone。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进步已经非常明显了。毕竟它传感器越大，比如说对于防抖的这种难度也就越大。既然和徕卡合作，那么徕卡的经典镜头自然也要来一波联名，对吧？在人像模式中，小米增加了3颗不同镜头的镜头包，其中第一颗35毫米 f1.4 镜头，35毫米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文焦段，描述人和场景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个人最早买的一颗镜头。当然，我买的是索尼的啊，这徕卡这颗镜头呢，其实没比索尼贵多少，也就贵个400块钱吧。这个焦段近一点可以拍特写，远一点呢又本身是一个小广角，也是最接近人双眼视野范围的一个焦段。黑白色彩，我的理解就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比较简单，你不需要考虑颜色，你就考虑对比度就够了。还有一颗50毫米光圈 0.95 的经典人像镜头，50毫米这个焦段是最接近人眼单眼视野范围的焦段，同时 0.95 这个光圈会拥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非常虚化的景深效果，这是人像模式镜头包里我最爱的一颗啊！主镜头裁切一下，你说画质也够用，颜色足够好看。大家拿到手一定要试一下这个模式拍照，相信我，即使完全没有摄影经验的小白用户也能够拍出非常好看的照片。比如这张，我顶着巨大压力拍摄烤鸭和后台烤鸭的师傅，哇，这个质感。比如说这张星巴克门口检查健康码的小哥，这个色彩。比如说这张鞋店门口的这些鞋子，我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恨不得就把这双蓝色的拿出来给我自己试一试。比如说这张抓娃娃机拍摄的这个娃娃，我跟大家说，用这款手机你都不需要是一个进阶用户，你就随便拍就能拍出大片。至于第3枚，则模拟的是徕卡经典镜头90毫米 f2.2 那颗镜头，这颗镜头拍摄出的照片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朦胧感。我一开始还说这什么破镜头，后来我一查，徕卡真正的那颗镜头拍出来就是这个鸟样子。不过由于缺少人像摄影3要素的第1要素、第2要素和第3要素，所以这个镜头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深入展示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在相册中，小米还加入了4款滤镜，分别是徕卡鲜艳、徕卡自然、徕卡单色和徕卡单色高对比度。4款滤镜是支持在你拍摄照片之后，在相册里你慢慢调。我当场我就质问小米了，12S Ultra 默认它有一个徕卡经典色彩，对不对？结果你现在又叠加一个鲜艳，还叠加一个自然，那到底哪个颜色才是真正的徕卡色彩呢？小米他们的回答是，你买一款徕卡相机的话，那么这4个滤镜呢是内置在相机里的。当时我一听，我说啊，对，徕卡相机嘛，内置的这个事儿我知道，对吧？你们有什么事儿来着？总结，从我自己几天的使用测试，一个最明显的感受，小米用心了。这不是一次贴牌合作，这不是一个看不懂的200万 logo， 这是一次深入的并且充满勇气的真诚合作。小米希望能够通过手机芯片所带来的强大计算能力和1英寸大理传感器，将拥有100年历史的殿堂级相机影调传递给自己的用户。所以你能看到
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元素都被收纳进了小米 12S Ultra， 我甚至觉得它应该叫小米 12S Leica。至于我所提到的需要勇气，则是和徕卡合作，意味着小米影像有很多领域就要跳脱出手机常规的判断标准，比如说颜色，比如说动态范围，这些环节也需要用户去消化。我认为小米 12S Ultra 是小米给用户的一个礼物，是一个超出预期的一个能够明显感知的礼物。它不完美，但是很用心。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